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，欢迎来到悠然心语。日防夜防，闺蜜难防。我竟然在老公的汽车后排翻到了闺蜜赵思思的内衣。如果不是最后一丝残存的理智告诉我，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我可能会立即杀到郑超的办公室，把手上的这个秽物当着他下属的面甩在他脸上。但此刻，我需要仔细想想，这条堂而皇之出现在车里的衣服，究竟是闺蜜和我老公乱搞的证据，还是一次示威？1个多月前，大学室友赵思思突然给我打来电话，她说要来北京准备考个试，得住1个月，想问能不能住我家。我在北京也没个熟人，就只能靠你了。毕业后，我和赵思思都没有见过面，只是偶尔在微信上聊几句老同学的事。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和她说同学的事，毕竟我是她唯一还有联系的大学同学了。也是这个原因，听到她要住1个月的请求，我虽然有点不情愿，但还是没有拒绝掉。挂掉和赵思思的电话，我找老公郑超商量了一下。我原本还担心他会拒绝，但郑超却表示很理解，毕竟是你大学的好朋友，能帮还是帮一下。我立马将情况告诉赵思思，让她定好日期，提前和我说。太好了，亲爱的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放心，我不会白住你家的，洗衣做饭我样样行。得了吧，你向来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我可用不起你。调侃2句挂掉语音，我抽空将家里的客房收拾出来。只是没想到，却为我自己引来一匹恶狼。多年没见，赵思思还是依然的那么风姿绰约。大学时候，她就是我们学院排得上号的美女，追求者无数。那会儿逢情人节、女神节，带回宿舍的甜品就足够我们室友吃个饱。倒是她，面对学校里面的男生却无动于衷。不过相比较她的这份定力，我更佩服的是她的游刃有余。被她拒绝的男人无疑不像骑士一样执着地围绕在她周围，对她嘘寒问暖。就在我们以为赵思思会在她的骑士里面选择一个做男朋友的时候，她却找了一个大叔。没错，大她将近20岁的大叔。骑士们的信仰崩溃了。从赵思思手机里传出的男生的哭腔，连我都听得心疼。但当大叔第2天开着保时捷到我们宿舍，并拿着3台最新款的 iPhone 作为见面礼，随时送给我们几个室友时，我们才明白，公主要的永远不是骑士，而是王子。哪怕这个王子有点老。在和赵思思从机场回家的路上，我随口问了一下他和大叔的近况。嗨，早散了。听他说，毕业后当我们各奔东西的时候，他留在了那个2线城市，有着大叔的照应，也算衣食无忧。虽然大叔已经有了家室，但赵思思也不求什么名分，倒也相安无事。但1年前，大叔被查出贪污，锒铛入狱后，赵思思的生活支柱坍塌了。毕业后就没有工作过1天的他，此刻也有点束手无措。这次来北京考试，正是为了入职一家公司。还是你们好啊，毕业后就来大城市打拼，工作能力也有，小日子也过得不错。不像我，这几年安稳日子过得什么能力都没有了。听他自怨自艾的叹息，我也只能安慰，各有各的想法了，谁不想安稳呢？我放弃了安稳生活的来北京，现在看着比你老5、6岁呢。
你还是刚毕业的样子，我才羡慕你呀。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皮囊而已。我也是这一年才感悟到，女人嫁得好最重要。郑超有能力有本事，关键还疼你，你这才是真的人生赢家呀。赢个屁，那你是没见识过理工男的榆木脑袋。当初郑超给我求婚，我差点气到没答应他。那会儿他刚从美国见完投资人，赶我生日那天回国，在机场接到他的时候，他先说了融资顺利的事，接着就在机场大厅随手把订婚的戒指递给我，说：“佩佩，咱俩结婚吧。”是的，没有浪漫惊喜，没有烛光晚餐，连蛋糕也没有，就像在说佩佩，我去个厕所似的口气，和我求婚。这还不是最气的，最气的是他还兴冲冲地给我说，这戒指是在免税店买的，比在国内便宜了小1万呢。这是我每次提起来都一股火气，旁边赵思思倒是听得乐不可支。到家后，原本计划着去餐厅吃，赵思思非要说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一顿饭，好香啊！郑超一进门就喊道：“老婆，你是在做水煮鱼吗？怎么以前没做过？”我白了他一眼：“你也是高看我了，我哪有这本事给你做？”这时赵思思端着鱼刚好出来：“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最后一个大菜了。”餐桌上满满一桌，水煮鱼、红烧肉、鱼香肉丝、糖醋里脊，这都是你做的。郑超不可思议地看着赵思思，说实话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相信赵思思能做出这些美食。哈哈哈，不然你以为是家有仙妻给你变的吗？我这些年虽然没有工作，可在厨艺上倒是进步不小。赵思思坐在我俩对面，认真地看我俩把所有菜品尝一遍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郑超满脸陶醉地夸赞道：“饭店里的都没这么好吃，要能天天吃到就最好了。天天吃我可保证不了，不过我在的这段时间，你俩的为我给你们承包。”哦耶，过年了！郑超像个小孩子一样在一边欣喜道。我一记无影脚踢了过去：“思思过来是考试的，不是给咱家当保姆的，你嘚瑟什么劲儿？”郑超故作委屈道：“那老婆什么时候才能也给我做这么好吃的吃的？这样我下班回来幸福感会爆棚哦！真是受不了一个大老爷们在这里装可怜。”赵思思看着笑道：“你俩结婚这么久还这么恩爱，真的好羡慕啊！不知道我能不能也找到一个像郑超这样的好男人。”郑超在旁边埋头狂吃，放不下筷子。我听着赵思思的话，正好看到他的眼神正盯着郑超，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可能是我胡思乱想，也可能是我小肚鸡肠吧。赵思思只是眼神正好在郑超身上而已，他也只是随口拿郑超做类比吧。我内心安慰自己：思思，你也可以找到更好的，等我遇到合适的男生就给你介绍。郑超这时插嘴道：“我身边单身的哥们可不少，有机会我挑一挑合适的。”晚饭后回到屋里，郑超还意犹未尽：“你觉得赵思思人怎么样？”我心里还想着饭桌上的话：“什么怎么样？他做的饭挺好吃的。”工作上逻辑缜密，管理上杀伐果断的郑超，情商简直是低幼水平。没问你饭，我是问你人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就那样吧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老婆才最好看呢。好吧，这话我爱听。
至于对赵思思的那一丝丝不妥，也懒得去深究了，也就住1个月而已。郑超这时抱住我：“老婆，工作这么累，能放松放松吗？”我的脸一红：“你给我收敛点儿，家里可是有外人在。”“那我岂不是1个月不能和你羞了？”郑超一脸不可置信：“反正你先忍着吧。”天哪，我被打入冷宫了。听着郑超的哀嚎，我沉思起来。赵思思来的这段时间，说实话倒是带来不少便利。我和郑超每天上班忙得顾不上家里，原本每周打扫1次，现在每天晚上到家都干干净净，而且有做好的饭菜。他对郑超有意思这件事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正好这段时间，因为公司西南地区业务的主管离职，老板让我出差1周去成都，在新负责人上任前先安顿一下员工。家里面赵思思忙着考试，郑超最近要负责新品的上市，也是忙得2脚不离地，也没有什么我担心的。于是第2天收拾行李，飞去了成都。刚去前2天，郑超早晚都会给我来个电话：“每天忙死了，你还不在我旁边。”郑超在电话里没羞没臊地哼唧起来：“老婆，好想你啊。”对付男人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他们顺杆上爬。听到郑超一哼唧，我第一反应就是：你给我乖乖的，一个人寂寞空虚冷也就罢了，现在家里可是还有别人在的，你要敢给我动别的念头，小心给你掰断。我比了个手指弯下去的手势。电话那头郑超立马乖顺说道：“老婆，你干嘛提他呀？我俩这每天就是吃饭照个面而已，平时连句话都不说。”虽然我觉得郑超还是有最基本的自律，不然我也不可能决定出差，但这预防针可不能不打。期间呢，我得空的时候也会和赵思思聊天，问问她最近的考试进度如何，顺便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她别再继续做饭了。你这每天大餐备着，我感觉不付你工钱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家老郑的胃口这几天被你喂刁了，你走了他可就不好好吃饭了。赵思思倒也听得进去，后面也就没再做饭了。只是临到出差结束前2天，郑超却不给我打电话了，发微信过去，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忙。到了夜里11、2点，才给我回复一句：“刚下班到家，我先睡了。”我旁敲侧击地问赵思思：“老郑这2天是不是都是夜里才回家？”可赵思思却不回复我微信了。担心也没用，原本周6才能到家，我改签到周5，刚下飞机就火急火燎地赶回家。一推开门，郑超在客厅的电脑桌前忙着办公，餐厅上摆了2盘刚做好的菜，赵思思在厨房正在熬着粥。我把行李放在一旁。郑超见着我到家，赶忙起身接过行李。老婆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？我怕再晚一点回来，你人都不见了。正巧赵思思此时端着一碗粥出来。思思，不是给你说你别做饭了吗？再这么做，我付你工钱吧。赵思思先是一愣，忙回道：你家老郑说今晚肚子不舒服，所以我就给他随便准备了点。我瞪了郑超一眼：你肚子不舒服啊？我还以为是你嘴巴哑了，这几天2个电话都没有。郑超一挠头，眉头接着一皱：对不起老婆，这几天冷落你了。本来上市的产品出了硬件问题，一批准备上市的货现在全部返厂，
处理这事成天忙到焦头烂额。接着我看到铺满办公桌的设备图纸，郑超是没说谎，看来又是我多想了。本来火急火燎到家，攒着一肚子的火气，现在这情况倒是我自己的不是了。就连我看赵思思的眼神都有一丝的愧疚，好在他们也没有在意我话里的不满。吃完饭，赵思思从厨房端了一杯热水，手里还拿着药，走到郑超跟前：“老郑，你把这药喝了，胃疼就会好点了。”郑超无所谓地将水杯接过去。从洗手间出来的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一股莫名的努力又腾一下起来。我拉着郑超回到屋里：“你是不是对赵思思有意思？”我劈头盖脸直接问道：“你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？”郑超一脸茫然：“那你是脑子有毛病吗？”我压着嗓子冲他骂道，生怕外面的赵思思听到里面的动静。“于佩佩，你有话好好说呀。那我和你好好说，赵思思给你送药，你就这么一股脑子就吃了，不然呢？人家也是好心好意呀。你们是当我死了吗？我的男人用得着别人照顾？我现在真的是要被郑超的脑子气死了。老婆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他就是关心我而已。好一句关心你，今天关心你肚子，给你吃药，明天是不是就能关心你工作，陪你上下班熬夜，后天没准关心你睡眠质量，还要陪你上床。你都来者不拒吗？”听我说完，郑超却哑然失笑：“能不能严肃点？”我非常不满地说道：“老婆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”“你放屁，我吃什么醋？我这是在教你什么是分寸。”“好好好，是我不好，但老婆，你真的想多了。赵思思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丰腰肥臀的，我才不信哪个男人会不喜欢她那样的。我呀，我就不喜欢，我就喜欢你这平胸小屁股。”没等他说完，我一脚直接踹过去：“你骂谁呢？”被他这么一闹，我的气也消了一半。要说郑超不喜欢赵思思这种美女，我才不信。但他又和我说，在我出差的这段时间，赵思思其实已经在约会了，约会对象是郑超的哥们邹海洋。佩佩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我刚出卧室，赵思思就站在客厅，对着我楚楚可怜地发问。毕竟我进门时的反应，除了郑超那种榆木脑袋，是个人都能明白。没有，思思你别误会，我就是生气郑超那几天不理我，和你没关系。真的吗？赵思思向我确认，你和郑超是我见过最幸福的一对了，我蛮害怕最近会影响到你们。没有啦，没有谁能忍受一个美女在你面前楚楚可怜，即便我是个女人也不例外。但我多少还是能保持一丝理智，就是她现在还是有演的成分在。至于在演什么，我就不想深究了。我假装关心问了一下他和邹海洋的发展，从他的回答中只是知道他对邹海洋感觉不错，但能不能好还得再看。邹海洋的情况在郑超的一帮朋友里面不算好的，虽然在大厂做运营，但快30了，还没有混到小组长。但好在为人踏实，重点在北京有户口有房，后面也不乏排队的追求者。我不清楚他对邹海洋犹豫的点在哪里，于是又问他更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，可他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口。
想想大学时候，他身后那一帮骑士各有千秋，但谁能想到他就是看上了有钱大叔呢？我不做评价，只是觉得他可能不太清楚自己要什么。反正很快1个月就要到了，他考完试，大概率还是会离开北京吧。哪知道没过几天，赵思思和我说他们的考试又往后延期了，具体延期多久还得过几天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可能还得再借住几天了。住都已经住了，多几天也无所谓，郑超却哀嚎起来，还要再憋几天啊！我整个人大无语，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吗？但这些天，我的不安却依旧挥之不去。最明显的就是赵思思有点过分在意我们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在意郑超的需求。有一次晚上临睡前，郑超随口说了一句很久没有吃鸡蛋灌饼，还蛮想这一口的。结果第二天一早，赵思思就已经买好了3份鸡蛋灌饼。我就是早上想去晨跑，回来路过时候就想着顺便帮你们带了，合情合理，我也找不出毛病，只是吃着总觉得不是滋味。还有一次，我们3个人出去逛街，逛到乐高时，赵思思站在海贼王的乐高面前就已经挪不开腿。先不好奇，大学4年都没有看过一次海贼王的赵思思，怎么就突然迷恋上热血漫画？海贼王死忠粉的郑超已经和赵思思站在乐高店里喋喋不休起来，他俩聊得其乐融融，我倒是像个第三者，在一旁吹冷风。再接着，有几天连续看到赵思思和郑超晚上一起到家。我上培训课的地方离老郑还蛮近的，我就下课顺便等郑超一起回家了。这是赵思思给我的解释，依旧合情合理，但就不是滋味。我就是再蠢，也知道这是不对劲了。我问了一下邹海洋那边的情况，才知道最近1个星期，赵思思和他根本没有联系。紧接着，我就在郑超的汽车后座位下面找到了赵思思的性感内衣。而我之所以会知道这条内衣是赵思思的，还是因为有一次她洗完内衣，问我搭哪里比较好。我找了个架子放在客房，她把内衣晾在屋里。那时我注意到赵思思的内衣，怎么说呢，都极尽性感吧，各种类型的都有，但我没想到她已经勾搭到这个程度。究竟郑超和她有没有上床？在回家路上我反复纠结。论说以我对郑超的了解，我实在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，但以我对男人的了解，我又没有把握了。最关键，这段时间都在家里，车上倒是他俩发生关系的好地方，所以这条内衣出现的位置就非常合适不过了。晚上郑超刚到家，我就立马拖他进卧室。当我拿出那条蕾丝半透明内衣，他先是一懵，接着一脸暧昧道：“嘿，老婆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家里现在还有外人呢，你这是要引诱我犯罪啊？”看着郑超满脸犯贱的表情，不用我质疑，我也知道这个榆木脑袋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看着郑超欠抽的表情，这是赵思思的，不是我的。我在你车的后座看到这条内衣的。WTF， 这不可能啊！我啥事也没干，怎么可能会在我车上？我相信你什么事也没干，但你就没发觉赵思思对你有意思？她对我有意思干嘛？我是你老公啊，她对我有意思也没用啊。呵，
没用。也只有郑超这种男人才会觉得没用了。对赵思思而言，世上没有挖不动的墙角，只看他愿不愿意挖了。其实赵思思的这次手段最大的 bug， 就是我已经知道这内衣是他的。假如我不知道，看到这么一条内衣，我铁定会认为郑超在外面有女人了。按照他的预定的套路，我此刻应该和郑超大吵一架，然后摔门而出。他一边会安慰我是不是误会郑超了，也会和我说，男人犯错是很常见的事，让我不要放在心上。另一边，以他的颜值，以他勾搭男人的本事，安抚一个委屈的男人也是分分钟的事。只可惜我知道内衣是他的，而他想挖的墙角又是郑超这种情商大条的纯直男，他的功夫可算白费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赶他走吗？郑超愁容满面地问我。因为一条内衣就赶走他？他可以咬死不承认这内衣是他的，然后可怜楚楚地离开。想到他可怜楚楚的样子，我却有点反胃。反正等他考完试也没几天了，再陪他耗耗呗。出了房门，我敲了敲客房的门。进屋后发现赵思思正在化妆。你这是要出门吗？啊？不啊，就是简单补补妆了。他愣了一下，似乎在思索什么。佩佩，你和老郑没事吧？我刚刚听到你俩似乎在吵架。我心里冷哼，发现事情不按套路在发展吧。没有啦，就是老郑新品上市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？他非要出去庆祝，我说创业还是辛苦，就在家里吃好了。但现在家里只有你厨艺最好了，我就想看你能不能今晚掌厨做一下。赵思思放下粉刷，没问题呀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呢。一桌子6个菜，赵思思做完后，汗水已经把她的妆容弄花了，粉底浮着显得脸色惨白。我和郑超正在沙发上，一边吃着水果，一边看着电视综艺大笑。饭好了，老公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我拉郑超起身到餐桌，看着赵思思浮粉的样子有点好笑。辛苦思思啦，我冲着赵思思说道。接着又转身和郑超说，老公，思思离开后我们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饭了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完了找个保姆啊？那也成，咱俩也省得叫外卖，这样吃还健康点。我内心不由得发笑，郑超可能听不出我话里的意思，但赵思思肯定是清楚的。一桌子的菜，赵思思没动几下筷子，就回卧室休息去了。赵思思还要在家里待几天，但保不齐她又要做什么妖。第二天，我就找人在家里装了监控，以防万一。这几天倒是相安无事，我心想着她的考试也应该快结束了。但我没想到的，监控装好后，这几天却让我知道了另外一件事。当年大学毕业，赵思思和那个大叔在一起，第2年就生下了一个孩子。现在这孩子被他丢给他妈在抚养，大叔出事后，他就一直拒绝承认有这个孩子，一直对外宣称自己单身，这点还蛮让我意外。又想到他最近的考试，我去一查，结果发现他要参加的那个考试，上周就已经结束了。感情他这些天就我在家站着白耗着呢。晚上吃饭时，我故意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思思，你也别太难过，这次考不上，明年继续考。赵思思显然没想到我会说出这句话。啊，你已经知道了。
这有什么不能和我讲的呀？我又不会取笑你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你家这么久。有什么不好意思，都是姐妹。我故意把姐妹这2个字咬得很重。事已至此，她已经在我家待不下去了。隔天后，她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。我原本还客气说要送她去机场，她执意拒绝。想想这些天发生的事，和闹剧似的。我目送她离开后回到屋里，郑强一脸不怀好意地冲着我笑道：“老婆，此刻春宵，值千金啊！”事情到此原本应该结束的，只是没想到半个月后，我在隔壁小区看到了赵思思身影。一番打听，我才知道原来她在我家住的那段时间，就在软件上勾搭到我们隔壁小区一男的。离开我家那天，径直就搬去隔壁小区。只是这次是他想要的终点站，还是落脚的场所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我想到他还有个孩子，被他丢在老家不管不顾，就让我有点心疼。既然赵思思现在有了落脚的场所，就应该和自己的孩子团聚才是。我拨通了赵思思他妈的电话，表示现在思思在北京稳定下来，也快过生日了，想让她和孩子团聚一起过个生日，当是惊喜。然后我和他妈说了赵思思现在的地址，并给他妈赚了车票钱。希望赵思思和她现在的男朋友看到孩子不要太感动，毕竟我和她姐妹一场。全剧终。